我就7月份开始，因为要放暑假了，所以我很紧张，所以你是害怕的嘛，对不对？我很害怕，因为4个很不受控，所以我7月4号我自己就先一个人飞出去。你有4个小孩飞出去，因为我没有办法送4个去上那种才艺1个礼拜的，所以我自己一个人去。你可以一个人去啊？怎么可以去？我就把他们全部就丢到娘家去啊，然后你老公也包含老公一起丢过去。你老公可以回娘家住？对。然后你就自己去玩了。对，那我就你跟姐妹还是你一个人？对，我跟姐妹。你玩几天？我7月4号先去日本1个礼拜，然后回来4天之后，我再去香港看演唱会，看了4天。哇！为什么你们这么帅？Oh my god！ 你们相信吗？暑假还有1个月，好棒哦！最喜欢放暑假了。现场全部都是妈妈们，因为该去的地方也都去了。你这个暑假已经去了哪些地方？其实我只去了新加坡，是，然后接下来还会带他们去可能宜兰或者是就是台湾看哪里可以玩一下。对，然后接下来就要去美国。可是我有看到你玩那个那是什么游戏啊？云霄飞车是不是？不是云霄飞车，那个是什么？在新加坡那个克拉克码头，它有两台，一台是叫往天空冲，然后这样子上下对，然后另外一个好像是这样子吧，往外抛。对，然后因为他们去了第1天就是他们小孩自己玩，然后他们就说第2天吃完晚餐他们还要再去，然后他们就我2女儿非常会撒娇，她就说妈 ，please 跟我们一起玩嘛。我说我绝对不会玩。我说我如果在上面立刻暴毙呢，死掉怎么办？我说你要怎么面对？他说我就跟你一起去死。我说真的你就已经讲这种对，然后因为当时我们已经在那边，他们一直说妈 please， 我说我绝对不玩，他们说 please 妈妈 it's good memory please， 我说我不玩就不玩，他说不你已经在排队了，我说我已经在那个栏杆里面了，别人说不要，但是就默默走到那个队伍里面，对，然后后面就已经有人在，我说。没办法中离了，那个已经来不及了。因为这样做，你知道离开又感觉又很满，然后内心又觉得说，他讲的 good memory 好像也对，对啊，就是留下一个跟女儿一起。画面一定会有啊。那画面是美好吗？那画面，哇，这个脸，这个脸，好真实哦。真的太好笑了。不是因为真的很恐怖。好可怕哦！很恐怖。你怎么敢玩呢？就被我女儿逼的啊！我走投无路啊！我弟弟，你真的很有这影种哎！片一出来，当天晚上全部都是那个网络上热搜，有慢版的，有更快版的，然后他帮你配音乐的，还真的假的？截图笑一笑，然后一直有我跟我女儿的对比，说为什么我女儿连玩这种游戏很优雅，都这么漂亮，就是那种对，然后突然乱飘。很美，很美。然后对，好有种哦。可是我现在想想，就是还好我有去玩，因为以后他们万一都比如说更大了，然后我老了，我在看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哇，我竟然跟我女儿做过这么疯狂的事情。也是，但是暑假真的是2个月。对妈妈来说很长，要怎么安排呢？还有1个月，我们今天邀请3位妈妈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欢迎佩佩、小柔姐。然后这位妈妈怎么称呼？小韩，小韩。天哪，你有是4个小孩吗？3位，旁边的是小朋友吗？对，所以最大的是高中2年级，要升2年级。高2好处理，对不对？对，因为他自己可以跟朋友出去玩。对。难处理的是后这3个，对，因为他们3个是3胞胎同年纪，所以就10岁。对，3胞胎现在升小3，所以是算9岁。现在很多观众妈妈、爸爸妈妈一定觉得说，我接下来这1个月我还能怎么样安排？是，所以要请教3位专业的妈妈，然后我们也有请到专家。我们的心理咨商师有涵盖到小朋友嘛？心理咨商师是
for 小朋友还是 for 爸妈？应该一起所有年龄层都有。我的老师服务的案组从6岁的大班到退休的老教授都有。然后2位 Peggy、于尚宇都是妈妈。2位 Peggy，一位 Peggy 跟一位张宇，2位妈妈。对，我们音乐已经去了很多地方。你知道我今天出门之前呢，我儿子在家里跑酷。他从助跑，然后跳到沙发上，又跳到蓝骨头，然后还叫我看，然后又跳到茶几，然后因为你知道今天是休假日嘛，然后呢我就在家里看他们2个跟猴子一样到处跳，然后还有骑那个滑板车绕着餐桌跟客厅用8字形，哇，你们家1秒好大钟都哦！不大，他就是绕着餐桌这样子，这样滑骑，然后砰砰砰砰在那边打架，哇！然后是天哪！就是暑假你把小孩放在家里，其实本来这2天应该是他们有安排外面的课程嘛。对，我就因为暑假已经让父母快要 crazy 了，竟然还给我放台风假，还2天，而且明天 maybe 我们还不确定会不会放。不要吧，就很感谢这个有不要有人伤我是最重要的。好，赶快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是怎么安排暑假的。佩佩跟咪咪讲第一次来耶。哎呦，你好，咪咪讲，你要不要跟我们打招呼？你几岁？6岁。好，那我问你，你觉得这次暑假妈妈安排的行程，你都喜欢吗？有一个不太喜欢。什么？就是因为妈妈本来说去日本好像要说去9到10天，然后后来就改成5跟6天。为什么差这么多天？我不知道啊。还有说原因吗？没有。有去迪士尼吗？不是。没有。环球。那个名古屋。小孩去名古屋干嘛？其实还不错玩哎。那个他名古屋来讲给阿姨听。你行程是自己排的？对。好，你讲好玩在哪？我玩了那个，我去水族馆。哦 ，OK， 然后还有嘞？然后还有那个去超市逛很多东西。买了很多。对。因为讲还是有去名古屋的超市逛街。对，而且妈妈就买了3大包。3大包？是带货是不是？是买给你，还是说他自己要的东西？他自己要。饼干吗？还是什么？对。然后没有分给你吃哦。有时候会，有时候不会。你要讲名古屋有一些好玩，比如说你去乐高乐园，好不好玩？那你去水族馆有自己挖那个珍珠，然后做珍珠项链。对啊。哎呦，要这样有趣的，你这个很有纪念价值啊。这是你挖出来的？嗯。哎呦，好厉害哦！他说蚌壳里面至少会有1颗珍珠。对。所以名古屋是适合小孩去的，其实适合哎，我不知道这件事。然后那边很日本风，因为我觉得可能疫情期间小朋友都有点不太知道说，我们说哇这个建筑好日本风，他们说日本风长什么样子，因为他们没有出国，所以我就想大家去名古屋就是真的很日本的地方，是，对，让他真的感受到那个文化这样。那我们看一下你的这个规划好了。好，因为你知道吗？我一直觉得我不是来骗通告费的，因为我跟你说。爸爸妈妈都很希望暑假赶快结束，但我好希望暑假到来，因为我女儿是一个很爱学才艺的人，她每天都把自己排得超满，跟我们家老三一样，真的好，就超爱学才艺。对，其实我觉得这样有好处，就是你可以很轻松，但坏处就是你常会看不到她，然后偏偏刚好前一阵子不是看不到她是坏处吗？对，这是真的蛮常看不到她，她就是一直在学东西，很偏颇。对，就是刚好不是前阵子有一个妈妈，她女儿学大提琴，然后就有网友说什么不要逼小孩学才艺，那一阵子我皮就绷得很紧，因为我女儿的才艺。我们是不是我们节目 ？OK。你讲的好像是从外面听到的哦。你干嘛暗讽我们节目啊？对啊，是在这个地板上发生的。不是，你有话就直说嘛。这里啊，就这一个交叉那边呢。话就是我讲的 ，OK。我是说，刚好那一阵子的那个事件，会不会你就心理治疗师他需要什么样的辅导呢？他明明知道这是我们节目发生的，他还在那边你知道兜圈子。他说实现。不是，因为我怕这一段你们会想说，到底要不要剪掉或什么，所以我讲得很委婉。不用委婉啊，我们现在都已经过了 ，OK。大提琴是史上最美的乐器，对，好好听。需要这样。
然后那一阵子我就想说，那个我女儿，我就一直到处跟人家讲说，哎，我要澄清哦，我没有逼我女儿学乐器哦，我女儿她自己想学的，因为她排了超多满的各种的，比如说像是她自己要求的，对，她自己要求的。礼拜一她就是学街舞，就是她，因为我们现在有帮她安排生活营，就是生活营就是你到学校去，她会帮你带小朋友做各种烹饪啊，或者是然后写暑假作业，写暑假作业。是去你的学校吗？去他学校，很像安亲班，但是他其实是带他做各种的手作。我的幼稚园，对他以前的幼稚园，只是现在变成他国小的安亲班。哦，这么好啊！就是跟大家体验各种生活，所以他已经从9点到5点才下课了。下课之后他那久的，就很像在上课，很像在上学啊。所以我才说我一直看不到他。什么学校啊？就他可能怕有的爸爸妈妈要上班没办法顾小孩。对啊。所以他就有安排这一整个课程，就是你可以把小孩送去学这样，然后是双语的，然后他就可以双语，对 ，Oh my god！ 所以我就已经一整天看不到他喽。然后他就一下课礼拜一就会学街舞，学完然后礼拜二他就又要学打鼓跟小提琴，然后还有礼拜三就是全脑开发，然后礼拜五晚上是学芭蕾，等于说他一个礼拜7天他有。学6个才艺，平均等于说我只有一整天完整的是可以看到他，所以我就觉得暑假怎么过这么快？怎么暑假已经要过，我都还没好好看到我女儿。哇！可是讲的话是怎样啊？这样把大家惹毛了？惹恼妈妈们。那因为我本身是个很懒的妈妈，所以我从小我就是叫她什么事情都自己弄，所以她就会都比如说她自己都会搭配好她的行李。纯宝在打哈欠。你看他有多自在，你看他一定很好处理。把这当自己家了。你看他的眼神有多老成。你要不要先眯一下？先眯一下。当自己家，所以他都会他都知道妈妈不可靠，所以他得把自己行李整理好，明天衣服自己搭配好，然后甚至也会帮我把有一些我的东西弄好。妈妈，你手机要带啊或什么的，所以就发现懒是一件。后来发现是一件优点，因为像我有一次就在我就是家长的那个同学小朋友家长群组问说，哎，想请问一下小朋友什么时候考试啊？然后就一堆妈妈上来说，啊，你居然不知道你小孩什么时候考试？怎么会有这妈妈？哎，你状况会，我替女儿担心。我跟你讲，你这就是做错了。像这么蠢的问题，你只能私讯某个你比较好的妈妈。好像是，因为我就是有一次也是在妈妈群组里面问说，请问一下什么时候开始放暑假？然后零回答。我想说啊，没有人回答，大家就会觉得说你怎么会不知道？然后我就打电话问另外一个在学校跟我很好的老师，我说老师，我刚才问了这题，为什么没有人回答我？他说。他们一定觉得你很不负责任或者很蠢。对，妈妈都这样子，我很替你的担心。然后后来考出来，我小女儿是第1名。所以因为你女儿太独立了，所以你的安排其实是轻松的嘛。就是我还是要安排一些东西让她可以自己做，比如说像我就请她做那个教具，就是因为她妈妈，她常常会看她妈妈教小朋友怎么教，所以她妈妈是谁？我啊，就。这什么第三人称？一是我，不是一是我，所以我就跟他说，那你可不可以自己想3个可以教小朋友的教具，你自己设计，让我将来可以去教小朋友。然后他就有带了一些他的东出来，他自己设计的教具。谢谢。然后也可以来这边跟大家玩。哎呦，哇，这是什么教具？就是他发明了一个游戏是。1人1个扑克牌，然后上面是写了那个。妈妈，它还要混。对，要混在一起，你可以抽牌这样抽一抽。对，上面是写不同的那个注音符号。那你来解释一下怎么玩？咪咪讲怎么玩？就是只要比如说，给你玩。b 跟 e 出到 b 跟 e， 然后可以拼成一个字 b， 然后就谁先那个造词出来，然后就可以那个就可以。不是，就是可以拿别人的牌。你跟他比赛。好，我们来比，所以是从你那边念过来，是不是？要一起数到3一起翻开来，然后看谁，比如说先混了。然后那个字你要用那个字造词，比如说717，你就7星这样。好。如果讲错的人的话，就给对方。对，排看谁排最多谁就。哎呦，这样很好玩呢，这么厉害。来，好，1、2、3。这是什么？这样子是不是？对啊，点的是在下面，是不是？哦，好，我给他们看。没办法。可以，为什么没办法？没有啊，虚没办法。哦，但是2个字合在一起啊，不是2个字哦。
不是是这两个可以拼成一个字。好 ，OK， 来1、2、3。你是真的不会玩，还是在？因为我以为是那个，你知道吗？2个注音，然后写一个字。那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2、3，要快哦。没有。 1、2、3，没有。 1、2、3， 1、2、3，哎呦1、，2、3，可以了吧？哎，我想没有。很念，来1、2、这是哼的。不是，好，都是母音，1、2、3，这有了吧？都，没有要一个词，都要。你刚刚没讲。他刚刚有没有，可是要一个词啊。哦，都要。先要一个，咪咪讲赢了所以你赢啊，这些牌都是这牌都给他都给他我的是不是？我的，所以我的牌比较多啊。没有，我输啊，没有，多的人赢当然的世界里是会以为那个输的人要把牌拿走，但他发明的游戏是赢到拿走。哎呦，所以最多的人赢啊！这么那么厉害哦！好厉害！是你发明的。哎，这个游戏不简单耶，会动脑。你是有看过网络上的？你是不是有看过网络上的影片？没有，还是你自己想的哎，？这很好玩呢，又可以训练注音。对。所以老师觉得他是资优生，我觉得他有资优程度哎，因为他只有6岁快7岁而已啊，还没有念小学吗？啊，有小学了。已经小学1年级了，对是不是对对要升小2吗？对。那还是蛮厉害的啊，因为他他有创意耶，然后还有问题解决，还有整个很有系统的游戏出来耶。对啊，然后而且他还就是因为我们在讲说小朋友的活动有没有需要安排，就是太多或太少，其实这个标准还是看孩子本身的特质。对，就是他如果对他自己本身是能够吸收得了，就他够聪明，对，他的能量他也喜欢的话，对他有办法去消化这些，然后自己去达到平衡，就是表示他是可以学习很多的。那不是每个孩子都可以接受一直学，或每个孩子都可以接受一直放松。像如果他可能放松太多，他说不定会觉得这样子很浪费时间。对，好，所以是有哪一位妈妈是真的觉得暑假真的有把你们那个整到？一定会整到啊，因为你完全你的作息，你就只能选择你要配合他还是他配合你，对不对？因为我算幸运的，因为我们是演艺圈，我们可以调整时间。如果真的纯上班族啊，比如我先生有些时候他的一些工作上面的事情，那他怎么配合我们？那我有工作，我又不能不去，也还是要赚钱啊。那到最后我就想超久，后来我就决定做了一件，其实跟你那个做那个游乐设施，其实的心情是有点挣扎，就是我确定要吗？确定要吗？硬着头皮上了，硬着头皮，好啦，走啦。什么？我跟你讲，来了，我们去办环岛哦，1个礼拜，你跟你老公带他，还有我妈妈加3个小孩。半环，我们西环嘛。你妈也想去吗？我妈说，就过了日本哎，因为就变成说，因为我妈现在跟我住，所以我就一定也要带着她，不然我1个礼拜不在家，我怕她会觉得说她很 lonely 或什么。可是你们的半环岛是轻松环岛还是很算轻松？因为我没有排到那种好像很 rush， 因为我不是那种很积极哦，而且我们全家没有人想上课，没有人想要才艺，他就是每天想要吃一些 American food， 他们就是喜欢，就是如果然后知道 play， 对，然后他们就喜欢熬夜自由，然后他们就喜欢睡到自然醒，然后他们就喜欢起来的时候就是很 chill 的那种感觉，然后所以他们就跟我讲说，他们没有一定要吃到3餐吧？没有。他们都跟我讲说，妈妈拜托我可不可以不要再吃了？然后我们会谈条件，就比如说好，那我们办环岛出去一定要先讲好嘛，又是1个礼拜，那1个礼拜全家人1个礼拜24小时都在一起，都在车上，都在同个房间。你知道那个是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而且又是自己的小孩，又一个亲妈，然后又一个先生，你说不吵架真的很难。一起聊到爱过头，一起不睡觉，一起。
比较可惜，我觉得周迅比较埋在这个音乐里面，没有表现出来。就是直觉啊。他所以没有可惜 ，OK？ 人气总投票开跑，赶快下载欢歌 App， 投票支持你最爱的乐团，一起听团吧！你说你有一次是这个旅程，你有回老家，然后你有感伤，是不是？我跟你讲，就是可能一群人在一起，大家就会团结力量大。因为我每一次回嘉义的时候，我都会开车，我都一定，比如说我只要做活动或工作或什么，我都会请司机说拜托拜托你帮我开回老家啊，我就远远看就好，让我看个10分钟，然后我也不敢下车哦。我就趴在那边看，然后就会想，就那个房子还是原本的房子吗？原本的房子，但是是别的屋主了，已经卖掉了。然后我就看一直看，我这样看了至少有快20年，每一次回去。然后这次就回去之后呢，我就也是跟我先生讲说 ，baby 你可不可以帮我开回去？我想要看一下。然后他就说，他开一到我老家的时候，他停在门口。我说停太近了吧，远一点远一点，我怕他出来会看到我。你远一点远一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怕去看他，但我又很想看，我的心情也很复杂。然后后来我就小朋友就起哄，按门铃，按门铃，下去，氛围就不一样了。然后我就会先想，怎么可能？不要啦，不要啦。然后爸爸就说，对啊，我们就下去。里面的屋主是你们完全不认识的人，完全不认识。然后后来他们三个就，对啊，我们就下来，然后我们一开，哇，就往冲去。然后后来要按门铃的时候，他们就心想说，要按不按，要不要？我说不要按。真的不要，真的不要。然后我老公就直接按门铃。你老公按的？因为我老公按完就说，我受不了你每一次都站在门口哭，我想让你进去，真的，如果不行就不行啊，至少你都问过啦，你不要每一次都站在门口。什么叫不行就不行？因为有些屋主不会想要让你参观，这我家，想要回去回忆一下你的家嘛。对，就是我进去你家，可能客厅泡个茶还可以，他是希望我可以整个就是楼上楼下这样走。所以以前是你爸爸妈妈，我阿公阿嬷，我是阿公阿嬷养大的，所以那个时候是我阿嬷跟我还有我姐加我4个人，然后就住在那个小的透天厝里面。然后很感人的是，他门一打开的时候，其实我就会觉得，哦，我这么会讲话的人，我真的一句话都讲不出来，我就，然后我老公就帮我讲啊，你认识他吗？他是黄小柔啊，这是我们3个小孩啊，我是她老公，他每次经过啊，他都很想进去。这次就是我们希望可以来拜访你们，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要在这边可以就是让他回忆一下。哦，来啊，进来啊 ，OK 啊，这么热情。然后小朋友进去就开始，哦，好漂亮呢，哦，里面的装潢已经完全变得是很不一样吗？我告诉你，除了1楼的客厅之外，其他所有的地方都是一模一样的。天哪！一样的厕所。那里面不是大哭特哭，我哭歪了，然后我讲到我想说。我一上去那楼梯，我就想，哦，我小时候在这边跌倒过，然后我一上去，哦，这是我阿周的房间，然后我一上去，我就依稀 ，Oh my God， 真的连我阿嬷的门也没有换，然后我一开门进去的时候，然后我是整个人傻眼，因为我小时候是阿嬷养大的，然后他就说，哎，这个好，这个贴纸我们一直不敢撕，因为看起来好像是你们的贴纸。你知道我一进看是我跟我姐小时候拍贴的贴纸，他们留着，他们没有，是因为它已经淡到看不到啊，只是它就是留在那边。所以你在里面逗留了多久？快半住了4天，快半个，太有回忆。我洗个澡，然后里面的屋主想说怎么办啊？赶不走他们会住下来，然后我就进去大概半个小时，然后直到我阿嬷的房间，其实我已经泪崩，然后我就觉得我很失礼。那个时候我以为小朋友本来是啊，大家看到我哭的时候，马上3个就马上这样过来抱我。哇！他说妈妈，他说妈妈，你不要哭，妈妈，我们都在这边陪你。哎呦！当下我就心想，然后我就上去我楼上我的房间，那我的房间已经变成仓库了。然后我一看到那房间。它吊挂的钩子也没换，灯也都没有换，所有东西都在的时候，其实我小时候就是在那一个房间，我就跟他们解释，我就说，小时候妈妈这里就是妈妈的全世界，我好像就是在这个 space， 然后我就幻想我小时候我能去哪里，我可能就像他现在很想去美国，我小时候就一直想我能够做好多事情，我都在这边做然后
除了安慰之外，他们也会想说，哦，那我以后想要做些什么事情，然后我也想要跟你一样，如果哪一天我这么做的话，我也他就说，我想也要买一个 house， 然后你就留几楼给我啊，你们就住楼上楼下这样子。哇，所以你们这个办环岛的旅行是很有意义的，很有质感的亲子互动，对，很有意义，然后很深度的，对啊，这完全是心理师等级的父母，就是还有心理师等级的旅行完全没有想到。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也很意外，我妈也哭，因为她回高雄，我妈做小姐。你妈妈其实没有住在那边过吗？她没有，她就是以前很年轻小姐的时候，她就是在高雄工作嘛，自强号的高雄、台北这样子。然后她就说，哎，我可以去西子湾吗？以前我的前男友都带我去西子湾约会，他也想要来感受一下，然后去西子湾哭吗？他在西子湾哭，回忆过去了。他就说每个地方他很想要回西子湾去感，他说，因为他这辈子可能不会再去西子湾，哎，讲那种话，因为他会觉得说很远，第一个，然后再来。他不可能带孙子、小孩全部都回到大家陪他去，他一去他就拉着我们，他跟我们家哥哥感情比较好，他拉着哥哥说，给他那来去散步，然后超热的，然后哥哥就说哦很热呢，然后就让然后就跟阿嬤这边比爱心，换一下你儿子是他当年的男朋友啊，对，然后拍照什么的，然后我妈就说，哦那这一趟我下来就心满意足。哇，然后我就觉得，我以为你们是要抱怨暑假很难熬，就每个都这么感人。真的难熬，你知道我下去我瘦几个，瘦了3公斤哎，很好吗？对啊，很想干嘛？越讲越好。对，还是炫耀自己瘦了，真的很累，真的很累。然后我下去，反正就办环岛完之后，因为其实我上次有讲嘛，我希望王喜他是可以打篮球的，我希望王喜他是在运动上面是有自己的一个专长。所以我就帮他报队了，然后自然他也被选为篮球队。王喜，你现在有喜欢打篮球吗？喜欢，那很棒。哎呦，对啊，然后8月份，因为他就有被选到他打联赛，他这么厉害。对，他要去台中，然后住1个礼拜打联赛，然后我就心里想说，哦，太好了，1个礼拜很好啊。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讲说，他还上去 Google 他自己住的饭店，妈住这个，我说很好啊，通铺你可以跟同学玩啊。他说我比较想要跟你玩，因为我们去住半环岛，当然不会住太差，他就会觉得说，哇，我们住的行程都还不错。然后其实我们还有就是这边接下来还有一个回来开学前，我有留1个礼拜的时间呐，这1个礼拜让他们收心收心。然后这礼拜就当然可能还是会排一些，比如说像淡水啦、芙蓉啦，就是也是近距离的玩。对，近距离，然后就是都是户外，我们就是全部都走户外，然后游泳也是要户外，就是让他们去晒，然后我就躲在旁边。哦，现在听完2个妈妈讲故事，我是个废物啊。不会啦，你有陪女儿玩那个啦。我也就只有往天上飞而已啊。那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素人的妈妈带4个小孩，小韩妈妈，让我们听听看你的辛酸史。我就7月份开始，因为要放暑假了，所以我很紧张，所以你是害怕的嘛，对不对？我很害怕，因为4个很不受控，所以我7月4号我自己就先一个人飞出去。先 relax， 你有4个小孩可以出去，因为我没有办法送4个去上那种才艺1个礼拜的，所以我自己一个人去。你可以一个人去啊？怎么可以去？我就把他们全部就丢到娘家去啊，然后你老公包含老公一起丢过去。你老公可以回娘家住？对。然后你就自己去玩了。对，那我就你跟姐妹还是你？对，我跟姐妹。你玩几天？我7月4号先去日本1个礼拜，然后回来4天之后，我再去香港看演唱会，看了4天。哇！为什么你们那么帅？你这什么暑假啊，妈妈？妈妈很累，妈妈你啊，很累。我生了小孩都你们自己是故意来气我的吗？但是我回来，我这2个礼拜玩完之后回来，第一件事情，他们就先把那个我们家的那个化妆镜打破了。就先把我的化妆镜打破是合理的。玩那么久破一个化妆镜也还好吧？暑假一开始妈妈就消失，对，因为真的很可怕啊。她也只会打破一个镜子。我没有带。上面写这么满，什么3胞胎羽球课、阿嬤家度假都跟你无关呢。
你只是写出来而已。前2个礼拜我度假，然后顺便送他们去打羽球，顺便送他们，因为我就是你不在的时候，他们在打羽球。对，羽球是他们4个都喜欢吗？就3个小的去打羽球，然后哥哥自己他会安排他打篮球。所以哥哥你不用管他，他自己会安排每一天吗？基本上是这样，我唯一要管他。你每天都怎么安排的？对，就大概都下午了，然后好暑假。你会先写好那个计划表吗？不会，就是随性。所以你大概1、2点起床，差不多。然后起床之后嘞，要吃什么？骑车出去看有什么东西就吃什么。你那时候是自己在家还是在阿嬷家？阿嬷家。你在阿嬷家？对。不可以叫阿嬷煮吗？因为刚好我妈妈脚受伤，所以他们就顺便回去，顺便照顾奶奶这样子。你妈脚受伤，你还把小孩塞进去？4个都塞过去。你妈应该很恨你吧？哇塞！这一周就是因为我们就让他在家里打扫，再来我就是打扫可以跨1周，这个都很散的这个行程。因为他每天硬起了吧？他每天都会弄很乱。不是说这位素人要来是很专业的分享吗？你看很多妈妈留在这一集是要看什么带暑假还有1个月的。你说他们打扫1周，打扫家里是谁打扫？他们打扫，因为要打扫完才可以出去玩。会，因为我跟他们讲，你们如果没有打扫完，我们就没有接下来的行程。请问那1周你打扫了家里哪里？光他自己的床上就可以打扫1周。自己有打扫，因为他的床永远都很乱，所以他的床每天都。妹妹呢？妹妹，你呢？你打扫吗？你真的有打扫吗？也是床啊，所以他们就是一直躺在床上吗？没有，他们就是很喜欢在床上玩。那就跟打扫有什么关系？然后所以我就会叫他们一定要把床打扫干净，只要负责把床弄干净就好。就整个房间，因为他们的房间很大。所以我就要他们把房间3个人一定要把房间打扫干净，所以需要1周的时间。有啦，后来我有带他们去有约好要去山上烤肉，这个是已经发生了，还没，就是这个月底，对，8月初，对。等一下，你这个7月就已经让我很吐血了，你8月要怎样？有啦，8月我让他们上，这一定是乱写的，对，不可能1个礼拜宜兰1个礼拜日月潭，没有宜兰顶多3天2夜好不好？而且更荒谬是有大众运输之旅，就是去骑脚踏车啊！你敢信？1个礼拜，1个礼拜都坐捷运，因为我们会去日月潭骑，还会再去那个后峰。然后他们会常吵，1个礼拜会常吵。你虽然是素人，也不能说谎。你真的会带他们去吗？会，因为我们都骑电动的。就不会累是不是？是一定要，不然那很长哎，我脚会背。所以宜兰，请问宜兰的民宿你订好了吗？宜兰民宿，宜兰还没，因为还有人还没有确定时间，所以谁？我们的朋友要一起去的。你现在真的订不到了？可以订不到。我们曾经在宜兰，本来说要玩3天，就混着玩了6天才回来，就一直加码。也是暑假期间吗？然后就是住到没办法，就是打电话问朋友他们家的民宿还有没有位置，然后就去朋友家的民宿住。我发现一件事情，暑假的时候啊，安排出去旅游，我跟他一样都是很临时，比如说像我是今天要出国了，我是晚上前几个小时凌晨我才订机票，才用那个，永远都还是订得到，因为真的吗？对，会比较便宜。因为很多人都警告我说，你现在不订，你要去宜兰订得到。我跟你说，我以前也这样子，我也想说。我要早点订，后来我发现我再怎么找都比不过别人。你干脆就是前一天，你比如说我今天要出发啊，我前几个小时凌晨再订就会有了，而且都会订到还不错。对，试出的或者是，所以我觉得越随性越好，就不会那么有压力。你要计划吗？不用计划。如果真的没有人，我可以提供一个，就是前几天，反正就我很多，因为暑假嘛，就很多朋友会从国外回来要干嘛？可是我就一直不想要让他们一直觉得说暑假就一定要出国，对，到哪都可以玩。然后他就说妈妈怎么可能到哪都可以玩？然后我的姐妹说怎么可能？我说莫惊莫慌莫害怕，我一定有方法。我就约了那个贵妇百货。那贵妇百货的楼下有一个很好的food court，就是你可以坐在那边，然后反正就可以点所有的餐来吃，对不对？然后此时此刻，我就拿出了一只手机，然后我就跟哥哥讲，我就划了那个百货里面随便一家店，那一家店是卖小朋友的东西，所以他们会对小朋友很友善。我说哥哥好，你是队长，你就带着所有的小朋友去探险，全部都要在这家店的门口拍完照回来。
拍好之后回来，你们就等于成功了。所以只能拍照，不能 shopping。shopping 要放第二关。你要拉长时间，他们光上去就设计游戏是不是？对呀，那你看，所有 security 帮你看着小孩，所有的店家，这个方法也太好了吧！而且又是在冷气里面，然后我们就可以 happy hour 喝个香槟啊什么的，吃个生蚝啊，聊个天。40分钟完下来之后，而且他们很开心哦。他说：“妈，你知道吗？哇，我好厉害哦！”我说：“你多厉害？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快？”我就看40分钟。对啊，你应该1个小时才要回来，你为什么要这么快回来？他说没有，你知道吗？我跑去问服务台，他就在告诉我在哪里了耶。我说哦，他干嘛告诉你呢？那你儿子就很聪明啊。对，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讲，好，那你们有到那家店吗？我说有拍照在这边。我说太厉害了，你怎么那么强？你一定要给他们很大鼓励。哇，太帅，你好厉害哦！那么跟人家说谢谢。他没有，家教。说好的家教呢？哎，能不能上去跟人家说谢谢？站上去，能拖就拖。就这几句话，站上去又是半个小时。下来之后，然后我们就说啊，我们当然就刚好又叫第2瓶才刚到。我说怎么半个小时又那么快？我说那你们怎么那么快？他说没有，我们每个道谢完之后，就站在那边一直看着那个阿姨，阿姨就说没关系，你们可以离开。然后阿姨也尴尬，那阿姨有跟你说什么？她说你们爸爸妈妈都把你们教得很好，那你要记得跟他们讲，我们这里有卖什么。我说算会做生意哦。我就说那你有卖什么？他说有卖什么全部的东西，但刚好那一天我想要帮哥哥买他的内衣裤，因为他刚好新学期嘛，我想说帮他买。我说哥哥，第一你有没有想要自己去挑你自己的衣服？可以吗？我说当然可以啊，你的 sense 这么好。他说好，然后我就给他1000块。我说你要好好花啊，而且开统编哦。然后我就全部都写给他，然后就慢慢挑，好慢慢看，可以逛个街，只要有小朋友的地方你才能进去，大人的你就尽量不要。这样逛下来，他也就1个半小时下来，我们就刚好就 happy hour 就结束，这样就回家。这个方法很好哎，还有冷气可以吹。而且你要想想看哦，一群小朋友，大家会讲说，我的朋友就说会不会危险？我说你1个小朋友落单会危险，对，4到5个小朋友他们会怕，因为你拉走一个对，他就会怕嘛。对，所以你一群小朋友就很像探险，他就会很快乐。你那天是不是很快乐？对不对？我今天总算听到一个有用的方法了，随便找一家还不错的百货公司，就坐在那儿喝酒。对，然后就是或者是在一家店，然后探险游戏让他自己去买他喜欢的东西，而且重点是他很聪明，他说妈妈，我也有看到妹妹的，然后说又再吐1000块啊，他就说对啊，因为我先给妹妹买，然后呢妹妹觉得很好看，我也想买。其他小朋友也想买，然后说我妈妈就也就，但是他们就很快乐，他们就这辈子有的是也差不多6岁这样子，最小6岁，然后最大他是快10岁，然后一起去 shopping 那种感觉就很开心，我就觉得那个还不错，这个方法可以用用看。你讲就是很爱学东西，然后像4个可爱的小朋友是打羽球，他也愿意学，他有学街舞嘛，对，也是学街舞。你说你的小孩是很讨厌学才艺，可是你家会不会担心，万一别人小孩暑假学很多，对，然后一开学会不会就是他都没学，你会不会担心？其实这样想想不会耶，我不是不让他们学才艺，他们也不是这么不想学啦，是因为时间的控制。因为有些时候，如果我真的去学才艺，我可能要定期定时间去接他或下课。那我们有时候，比如说像排环岛，那我缴的课的钱就等于浪费了。对。所以我就一直心里想说，因为其实我很重视他们的英文，我就一直游说他们说想出国可以呀，但如果哪一天你迷路了，你也有办法开口讲英文，问人家说你现在在哪里，你可以自救吗？你可以的话，那我就安排我们出国嘛。然后他们才说那我要认真学英文。但后来我就在我身边的朋友，因为很多其实我觉得很好他们妈妈都教得好好哦，我就发现他们的小朋友英文讲得很好之外，对话啦、绘画，或者是那种好大方讲出英文，像你女儿就是很大方，自我介绍讲出英文，然后她的发音好标准，我就觉得说，有没有什么方法也是可以这么做，然后又刚好符合像我这样带小朋友出去玩，
这样子的时间是可以符合这样学习比较 free 一点的。对，然后后来他们就介绍了一个，就是儿童的英语的教学平台。它是在网络上线上教学，对，现在很流行这个，超方便的耶！我的天哪，这个线上教学就是变成这个大人也可以上啊，当然可以上，而且我就是他在上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偷听，因为我就发现他们的英文好标准之外，而且全部都是外籍老师，对。然后他一堂课其实很简单，只有25分钟，因为怕他坐不住嘛，很适合小孩，老师就可以1对1的可以跟他这样子直接教学。然后我们在环岛的时候，老师就常问他说，哎，那你今天吃了什么？去哪里玩？他直接他今天的生活所有的事情，就直接跟老师这样子对话。然后他就敢开口。我今天有带来跟大家分享。带来老师吗？啊，不，而且是2万位哦。你带什么东西来？不是，这不是一个平台吗？你带什么？儿童英语平台线上课程呢？他这个老师呢，全部都有 TESOL 的认证，然后它是一个 APP， 然后他介绍那个页面给我们看啊。对，我就介绍这个页面，然后告诉大家，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去预约，然后怎么样让你知道说它这个页面有多么简单，让你的小孩英文就可以马上变流利。好哎。介绍这个儿童英语线上平台，它的界面呢超级简单，你看它都一目了然。你要怎么预约啦？像课程都在这下面。我个人非常大推，它这最下面有一个绘本馆，它里面呢有个适合所有小朋友，不管你几岁到几岁，它都有故事书，可以让你呢跟爸爸妈妈一起念。然后念呢，你就会增加你的英语的绘画。这个平台里面24个小时上面都有2万个老师在上面可以。对 ，anytime 一定订得到，随时想约，凌晨想上课都 OK。你突然就醒来说，哦，我好想上课，你就可以约了。哎呦，好方便。真的，而且他每一个老师哦都有 TESOL 的认证，因为 TESOL 认证很重要，因为很多人讲说哦我会讲英文，可是他没有认证，就表示他教的英文有时候口音不，或者是他可能不太会教啊。对，而且重点是他们教起来都非常有趣，他们会跟你玩一些小游戏啦。然后他有什么一些打地鼠啦、夹娃娃机啦，然后他比如说你跟他他昨天上课表现得很好，老师就会给他以前是星星嘛，这个他会给他学豆，那这个学豆呢你就可以累积下来，可以到这里哦，这个右上角这里有一个，你按进去，你就可以用这个学豆来到他的这个这个精灵小屋。然后因为小朋友就会觉得说哇，我有游戏可以玩，对，然后你就进去精灵小屋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小精灵，哇，好可爱。然后他们就会有一个责任感，说哦，我要帮小精灵买东西，我要给他东西吃，然后呢，我想要给他蛋糕啦、衣服啦这样子，然后就是喂养他之后，他们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所以他们就会在上课上面就会更认真才。但是你也不用担心啊，因为他有时间限制，就不会让小朋友沉溺在这个游戏上面。比如说你想要预约啊，中间这里有个预约表，然后他就有所有老师的名字跟经历，然后重点是我自己也觉得说哈，他们也做得太细了吧，他会帮老师评分哎。就是你会有评论哦，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我这个第一轮我上完之后，我就觉得哦，这老师很 interesting， 然后他讲话，然后让我觉得我觉得他的accent很好，他跟我互动很好，那你就可以在他旁边跟他打爱心，然后你下次就不会找不到他，因为2万个老师这么多老师你会找不到，然后你就直接按进去，你就可以直接约课，然后你如果不想上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取消。那你要上课之前呢，在前1个小时预约，就可以直接在上面跟大家上课，好方便哦。这个 app 在妈妈界还蛮红的，所以我女儿也有，我有你也有吗？对，我有这个，她刚刚也用小猴子，然后我就印象很深刻，我有一个拍下，我现在有点找不太到，她那个我有一次被这个 app 吓到，就是我就有一次我临时要送我爸妈去医院，然后我就这个小时我不知道我女儿怎么办，我就赶快就带她去我朋友家，然后我朋友没有带过小孩，不知道怎么办，我就说没关系，给她上英文课，她很喜欢，对，但我都不是说那个是英文课，我是玩游戏，因为她看起来超像玩游戏，我女儿就坐在那边，我就说妈妈真的要走了，你 OK 吗？我就看到她一直在狂念一个字，你还记得那个英文怎么讲 ？I will play the basketball。对，就很标准，就很标。我就觉得这个 app 好酷哦。王喜，你学的你还记得吗？要不要现场 conversation 一下啊？你 OK 吗？可以。我们现场有那个英文系的
Peggy 老师 Peggy 阿姨 English 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真的吗？可以对话吗 ？Casual 的对话。好啊，So I heard you went on a round trip. So which places did you go to? We went to 新竹、台中、后里、嘉义、台南 and 高雄。 Oh, wow, that's a lot of places. So which place did you enjoy the most? And what did you do there? I liked 后里 and 嘉义 because in 后里 we went to the amusement park and 丽宝乐园, and in 嘉义 the hotel was very comfortable. Wow, very 很厉害，而且很愿意讲哎，因为你的问法也不是说简单的问法，就是也是很随意会聊天的方式。对，哎，其实妈妈听起来会很有成就感。对啊，很厉害，又会打篮球，又会讲英文，帅哦。谢谢，棒，谢谢，又腼腆更帅哦。真的，哎，他的口音很不错哎，很好哎，你好棒啊，感觉好像是在国外有读书。对啊，就是还很标准哎。因为我觉得老师很重要，因为老师的腔调如果是正确的，或者是他是很标准的，甚至有英国腔的那一种，他的腔调就会变成那样。很厉害。他现在才上第5堂课而已吧？对，他整个一个就是超有自信，你看他连讲话就是，medium， 对啊，而且完全听得懂，我就不会慌张哎。而且他的眼神就突然变得很有自信，我就觉得我自己也蛮有成就感，所以推荐的是我爸爸，很棒的厉害。好，暑假还有1个月啦，但是刚刚推荐了很多，比如说可以手作啊，不然上课啊，或者是把它放在阿嬷家1个礼拜这样子，都是各式各样的行程。然后现在又多了一个那个英语平台，对，暑假的时候可以让小孩跟那个老师练英文，对，祝小朋友的暑假都安心好玩哦。谢谢老师。什么都聊，什么都不奇怪。哇，这句话好老派。快来订阅小姐不吸地，记得分享、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哦。小铃铛是我要讲，开启小铃铛哦。